李嘉誠為我哋呢啲普通人帶嚟一個好大嘅作用，就係風向標啦，為我哋呢啲迷途嘅小羔羊指明方向啊！嗱，近嚟又一波成哥拋售資產啊！今次打折拋售嘅係大灣區400個單位，分別位於惠州、中山、廣州、東莞4個項目。根據歷史記錄，每一次嘅成哥大規模出貨，就會出現一波嘅經濟下行。不過李嘉誠就好穩嘅，佢每次都唔會賣喺最高位，佢唔會賺到盡，都係喺上升通道中提前出貨嘅。以往通常接佢貨嘅人仲可以有一波短線賺嘅。國內網上流傳一句說話，你可以唔中意李嘉誠嘅為人，你可以懷疑佢嘅人品，但係你必須要相信佢嘅眼光。嗱，我哋可以睇下佢近年嘅出貨記錄嘅。咁啊，李嘉誠呢啲咁大嘅財團呢，佢哋沽貨嘅數量係非常龐大嘅，係需要時間等人接貨，俾個市場去消化嘅。佢唔同我哋呢啲散戶啊，話走就走。如果佢哋要等到去到危險嘅時候先至再出貨嘅話，就出唔切㗎啦。令到李嘉誠出售資產嘅起點係2013年嘅3月，領導人換屆。2013年8月，春江水暖鴨先知嘅李嘉誠先生就開始拋貨啦，出售廣州西城都會廣場。跟住2013年嘅10月就賣出上海陸家嘴嘅東方匯京中心。2014年，李嘉誠共拋售咗9個項目，累計套現超過900億港元，包括240億港元出售港燈公司嘅50% 嘅權益，440億港元出售屈臣氏25% 嘅權益。李澤楷嘅電信盈科亦跟住出售北京三里屯嘅盈科中心。2015年賣出香港嘅盈輝匯、港燈19.9% 嘅股權。2016年，李嘉誠再出售上海陸家嘴世紀匯廣場嘅物業發展項目。2017年又賣出咗香港4個項目，其中以402億港元出售中環中心嘅75% 嘅股權。2018年，李嘉誠又出售北京京通羅斯福廣場。2019年，長實集團又將大連市西江山黑嘴子項目出售俾融創。嗱，依家我哋馬後炮睇翻轉頭啊，證明李嘉誠喺2013年開始對成個經濟未來發展方向嘅判斷係非常正確嘅。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2017年李嘉誠賣中環中心嘅時候，成交尺價係33000蚊港紙。再睇翻最近，紀惠嘅湯文亮以3.5億嘅價格沽中環中心26樓全層，成交尺價你估係幾多錢啊？14000蚊港紙啊！湯文亮當年入貨尺價係2.7萬蚊港紙，佢揸咗4年，腰斬出貨，勁蝕3.43億。呢個湯文亮對經濟嘅判斷呢，同李嘉誠係調轉嘅，佢係睇好前景嘅。佢當年買入中環中心嘅時候，仲特登放話嘲笑李嘉誠，話李嘉誠一定會後悔。仲有啊，紀惠集團喺2016年以8.8億買入銅鑼灣酒店，結果去到2024年放盤叫價6.3億都冇人接盤。依家最新嘅價格係降到5億，如果以5億嘅價格成交嘅話，紀惠就要蝕3.8億，跌幅44%。呢個湯文亮呢，就一直同李嘉誠唱對台戲噶啦，你行東我就行西，你睇淡我就睇好，你睇跌我就睇升，咁結果就啪啪啪打面，付出代價。講完湯文亮呢個負面案例，我哋再嚟睇下啲醒目仔。國內嘅潘石屹，我唔知有幾多人識佢啊。1995年創立蘇豪中國，屬於比較早期嘅房地產發展商啦。潘石屹喺2015年開始拋售中國資產，去到2022年就成功離場，辭去董事會主席，成功落戶紐約，依家全家喺美國嘆世界。呢個潘石屹喺2015年接受媒體採訪嘅時候，
問佢點解拋售房產啊？當時你個市咁好，咁潘石屹就回答：李嘉誠點解拋售房產我唔知道，但係只要佢拋售我就拋售。呢個回答相當明朗。人有時候唔一定要自己有本事嘅，識得睇風向標已經可以令到你勝過好多人。南京大學哲學教師胡福明嘅名句：實踐係檢驗真理嘅唯一標準。湯文亮同潘石屹呢兩個例子 exactly 說明邊個係叻仔，邊個係戇鳩仔，高下立判啊！我哋睇下喺國內創業揾錢嘅企業家，到頭嚟都係要走佬嘅，唔走嗰啲遲早出事。因為喺國內揾食呢，偷稅漏稅、賄賂係一定有嘅，一抓一個準啊！你睇下王健林、許家印、馬雲、劉強東呢啲喺國內成功嘅企業家，曾經叱咤風雲嘅大佬。好似馬雲、劉強東呢啲係算幸運噶啦，唔使入獄。你好似王健林、許家印呢啲，成日諗住賺完啊，仲想賺，下下扯到盡，最後面臨嘅就係抄家入獄。依家上海嘅美國領事館啊，日日排長龍啊，喺度排隊嘅呢啲人，好多都係賺到錢，諗住移民走嘅，成功走甩嘅咪做潘石屹咯。走唔到嗰啲咪變王健林咯，變許家印咯。咁當然，如果你喺外面攞住個美金翻嚟使嘅，咁梗係冇事啦。好似我上一條片所講嘅嗰啲明星攞住嚿錢翻嚟內地退休生活嘅，冇事噶嗰啲。你喺度創業揾錢就唔同啦，如履薄冰啊！你唔知你幾時會做錯事嘅。有時候你一個唔小心做咗件事，你在商言商，可能你覺得冇問題，係好正常嘅買賣。但係去到皇帝嗰度呢，就唔係咁諗噶啦。你好似李嘉誠一個出售港口嘅問題，咪就係好好嘅例子咯。對於佢嚟講，佢覺得係好正常嘅買賣啫嘛。咁結果就俾人哋認為危害國家安全啦，即刻就俾老臉查佢間公司啦。跟住李澤鉅被踢出港府核心智囊團。不過前兩日8月1號嘅新聞，巴拿馬總統穆尼諾公開表示，如果當地法庭判決巴拿馬喺2021年同長和旗下嘅港口公司簽訂嘅延長巴拿馬兩個港口嘅經營權嘅合約失效嘅話，巴拿馬政府就會收翻呢兩個港口嘅經營權。如果真係咁嘅話，咁李嘉誠呢兩個巴拿馬港口就一拍兩散噶啦，大家都冇，巴拿馬收翻。李嘉誠係1928年喺廣東省潮州市潮安縣出世，1940年就走難嚟到香港，依家97歲。佢經歷咁多年所發生嘅事，佢睇到嘅嘢比任何人都要多，而且佢係一個好中意睇歷史嘅人。我係一個呢好中意睇歷史嘅人，唔止過去，亦都睇現在，更加睇自己國家個形勢，無論政治經濟，所以可以講係老謀深算嘅。呢個係讚佢噶，唔係鬧佢噶。今時今日要面對嘅清算，早就喺李嘉誠嘅預料之中。當年捐款建汕頭大學、汕頭商學院嘅時候，汕頭嗰班領導就同李嘉誠先生講：李生，呢間大學係你捐錢起嘅，不如改個名叫做李嘉誠大學啊，又或者將個禮堂改名為嘉誠禮堂啊，你覺得點啊？咁當時李嘉誠先生就即刻回答：千祈唔好，依家冠個名落去，將來亦要抹去，咁就唔係咁好啦。假如當時真係以李嘉誠個名去命名，我諗依家會唔會俾人潑墨水啊，或者潑屎水啊咁呢？所以無論你前期做幾多貢獻，做幾多好事都好啦，一個港口事件就可以將你打落谷底，將你批判成壞人。我哋參考咗李嘉誠以往嘅拋貨記錄啊，咁所以今次李嘉誠打折拋售大灣區呢400個單位，李嘉誠呢個風向標俾我哋睇到嘅
將會又嚟一波經濟下滑。今次唔止李嘉誠一個風向標啊，仲有麥當勞沽出香港10幾個商鋪啊，星巴克又喺度出售中國業務啊，蘋果又話要關閉大連嘅直營店啊。呢啲咁大型嘅公司，必然係有好專業嘅經濟分析師喺度幫佢哋計數嘅。站在經濟學嘅角度嚟睇，呢啲風向標指明咗同一個方向，經濟會進一步下探。咁所以奉勸大家，依家手頭上仲有流動資金嘅人，真係唔好隨便去投資實體店啊！有財就守住佢啦。咁啊，冇錢嗰啲亦都唔好俾自己陷入負債當中，寧願自己辛苦啲慳啲使啦。OK，今日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